放心吧，希儿，我们会解决一切的。我会保护你，就像以前的每一次那样。如果真是那样，事情可就难办了呀。无论如何，世界炮的崩溃对他而言有害无益，至少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的目标一致。更何况，如果连并肩作战的同伴都无法信任，这个世界上又哪里还有值得信任的对象呢？或许是因为这个锚点恰好处于世界炮的薄弱位置，所以它产生了更加贴近量子之海本性的变异，也就是会令人产生幻觉，进入白日做梦的状态，甚至见证原本不可能存在的过去或未来。万众的信仰与无私的心灵，只会催生出必然凋谢的花朵。它的芬芳固然纯美，可若是想要嗅闻，就得做好直面死亡的准备。别担心，希儿。高塔隔绝了世界炮崩溃对我产生的大部分影响，我一切都好。你不需要专门安慰我，我知道你在承受着什么。我真的没有勉强了，非要说起来，目前的这些状况比我们在量子之海里迷路的时候还是要强很多呀，而且还有这么多人都在互相帮助。那倒是。更何况，这个世界还有我的未来，可还都握在你的手上呢。接下来就靠你了，另一个我。笨蛋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放心吧，希儿，我们会解决一切的。我会保护你，就像以前的每一次那样。好多怪物！之前发往休格斯的求救通讯，甚至没有收到回复。莫非这个世界的边界，总不会是长老他们也遭遇了什么吧？不，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考虑这些吧。眼下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想要完全绕过敌人的活动范围，多少有些不切实际。苏珊娜，这些敌人你能应付得来吗？我当然会努力。没关系，苏珊娜，就像平时训练的时候那样。麦克风测试，嗨，能听到吗？嘘，小声点儿，那些怪物对声音很敏感。还有你，维塔，你是生怕我们不被敌人发现吗？抱歉，好久没有用过科技含量这么高的通讯工具了，不由自主就有点兴奋。你这家伙，
明明1天之前还装成一副完全不了解人工智能的样子。那个是为了完全融入这里的生活，避免自己在不必要的角度上过于显眼嘛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接下来希尔会进入卫灵模式，专心跟踪基本锚点的实时状态。而我则会根据希尔提供的线索，通过对短期未来的穷举演算，帮你们划定他们的地理坐标，并且操纵巡航机器人进行指引。也就是说，基本锚点的位置本身也会波动。不过他们在每个波动位置上都会停留一段时间，所以在短时间内还是可以当作静止不动的存在。考虑到效率，我会尽量选择敌人分布少一些的路线，你们要小心别被他们发现哦。看到小 V 了吗？只要跟好他就可以了。小 V？ 我记得他明明叫小柱，不过既然他现在受我操控，当然要跟我姓啦。可你也不姓 V 吧？别在意这些细节嘛。第一个锚点的位置就在这里啦。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锚点本是大家对于一类特殊空间结构的范畴，属于更高维度的存在，于自然状态下不可见才是正常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们只要在心底虔诚的祈愿，希尔就能用贤者的力量将它们转化为现实中的存在哦。原来如此，贤者的全能还可以这样使用啊，有点像理之律者呢。那苏珊娜，就由你先来试一试吧。交给我吧。希尔，不，伟大的贤者，请为我们将锚点转化为现实的存在，让他们能够与高塔相连吧。好厉害！真的就是凭空出现呢。这还真是有趣。我用机器人记录了刚才的全过程，即便以再小的时间单位观察，都无法看到锚点被构造出来的过程。没有过程吗？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说实话，我也有些搞不清楚。当我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你们的祈愿之后，力量就会不由自主地流向你们所祈愿的对象，简直像是本能一样。恐怕这也是世界炮机制的一部分吧。只要有人祈愿，就能无中生有。还好高塔贤者的全能现在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，不然万一有人祈祷什么世界快毁灭吧，然后贤者又稀里糊涂地表示同意。别说的这么可怕嘛，就算是前一任贤者，不也有很强的个人主见吗？不过啊，这么好玩的能力，如果不是在现在这种紧急情况下，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用法吧。可贤者的能力也不是用来恶作剧的呀，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，是错觉吗？总之，这里的锚点就搞定了，我们出发去下一个位置吧。好，这样第二个锚点也定位成功了。多亏维塔能够一次性定位精准的方向，否则我们还不知道要在这里搜索到什么时候呢。推演未来的能力真是太厉害了。虽说是利用了那种神秘的干涉仪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只是普罗米修斯，维塔自己也要进行一些必须的技术工作吧。还真是人不可貌相。看你之前的言谈举止，实在很难把你和末世的工程师或者航天员挂上等号。维塔，希尔，你们在吗？我
我在。丽塔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另一个希尔那边出现了一点特殊情况，不过看样子他们已经自己解决了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虽然总觉得绮罗主要想说我之前的表现看起来幼稚，不过我还是理解成你在夸奖我好了。你这不是一直在听吗？不过所谓的推演未来，其实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高深。干涉仪可没有直接观察未来的能力，它只是在我们做出行动的时候，模拟出这个行动可能产生的结果，并进行推演。就像天气预报，好像也不太对，毕竟天气预报不可能控制天气本身。我还是用这句话来概括吧：时间永远分叉，通向无数的将来。干涉仪所能做的，只是计算出这些分叉的小径，并在其中找到对大家最有用的那一条。而如果这些分叉路口原本就不存在，我又怎么可能做出推测呢？慢着慢着，也就是说，不只是希尔指出了锚点的存在，还因为我们的确在进行寻找锚点的行动，你才能够为我们提供指引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像一艘边开边修的宇宙飞船，未来并不是单一的线条，而是由无数种可能性彼此交叠，共同组成的混沌图形。正是因为你们为我制造了过去，我才能将可选择的未来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。否则的话，干涉仪就会被无数相似又截然不同的选择所淹没，彻底失去方向。所以，是因为大家的心意和能力都很出色，才有我们现在的这些成果。谢谢鼓励，你还挺会说话的嘛，丽塔。嘿嘿。那么接下来的锚点在……没什么，我们推演出结果了，跟我来。这里是吗？那么开始祈愿吧。等等，苏珊娜。怪物数量好多，锚点呢？应该不会被这群家伙破坏吧？先别管这么多了，专心应战。咻咻！太奇怪了，这个世界炮的敌人之前并没有这么强的力量，这也是因为世界炮行将崩溃吗？苏珊娜，尽量交给我吧。百步穿杨，啦啦啦咻，呀，总算快要结束了。一鼓作气，除掉他们吧。好，这。活下来了。发生了什么？你们还好吗？这些怪物比之前要强得多，而且直到我们开始祈愿，他们才仿佛被激活，显露出踪迹，对我们发起攻击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先一步察觉到危险，苏珊娜可就要变成他们的靶子了。所以锚点的位置真的在这里吗？抱歉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们这边演算的坐标出现了一点问题。这里只是靠近世界炮边缘的位置，是世界炮作用较为薄弱的区域，也正因此，你们说的那些敌人才会聚集在这里。请稍等，我这就为你们重新推算下一个锚点的可能位置。太好了，不是因为锚点遭到了破坏就好。不过，为什么会突然推断错误呢？这里有什么特殊之处吗？这个嘛，只是单纯的运算错误而已，让这个笨蛋自己和你们说吧。那个，我好像把2个数值配反了，结果就
干涉仪里面都是些维护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表单，你们懂的。就像苏珊娜在写报告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看错题目，对吧？居然是这个原因吗？的确是很常见的情况。等等，不对，不是这个问题。维塔，你也太理直气壮了吧！我们刚才可是因此经历了一场苦战呢。抱歉了。的确，如维塔所言，这可能真的只是一次微小的失误，但如果真是那样，事情可就难办了呀。无论如何，世界炮的崩溃对他而言有害无益，至少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的目标一致。更何况，如果连并肩作战的同伴都无法信任，这个世界上又哪里还有值得信任的对象呢？果然，还是我想的太多了吧？如果干涉仪的判断没错，接下来就是这一侧世界的最后一处基本锚点了。只不过，怎么了，维塔？推算告诉我，这个锚点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。不同寻常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实际上，刚才另一个希尔那边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，短暂的和我们失去了联系。或许是因为这个锚点恰好处于世界炮的薄弱位置，所以它产生了更加贴近量子之海本性的变异，也就是会令人产生幻觉，进入白日做梦的状态，甚至见证原本不可能存在的过去或未来。